3月6号的清晨，我就收到从医院打来的电话，很不真实，因为那个声音我没听过。他说他是医院的医生，对，然后你的孩子永金病危。老赵爱音乐，触动新乐章，感动新力量。我是雅文，我是赵成，老赵的赵。上一集我们有分享一首曲子叫有人在为你祷告。那其实在这首歌其实也是在永金过世那一些年岁里面，我们很感触很深的一首曲子。其实更早以前就是当天发生那一天。当天原本是带一群天心的志工到司马库斯去做培训，对。那因为当天太冷了，很难得的3月雪，对。所以我们急忙打算就那一天没有带他们去。其实就在那么很短的时间，3月6号的清晨，我就收到从医院打来的电话，很不真实，因为那个声音我没听过。他说他是医院的医生，对，然后你的孩子永金病危，那我就有吓一跳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因为永金什么这个我们家阿姨突然发觉他没有呼吸，所以对，现在在急诊，那很危急有可能生命会离开，我跟那种震惊，我没有办法形容。然后我就说：“你们赶快急救，你们赶快急救！”我就想说把雅文叫醒，那时候差不多2点多3点吧，3点多。我就想然后美恩在旁边也醒过来他也好像被吓到一样。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在山上，司马库斯的山上，然后那一天又下雪之后，那个整条路是就好像结了一层霜一样。他们说直到天亮才愿意放行，我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结果整个营队的志工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核心同工，大家都起来。其实也很少有这种情况，半夜3、4点，大家就20-30个人挤在房间里面一起为我们祷告。最后一个消息是，他没有办法救活，然后医生就宣布他离开了。这样，回想永金的这一段年岁里面，我就觉得他很孤单，甚至他离开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不在，我就很难过。是到了医院，我们去到了冰柜，其实当他拉出来的时候，我看他的睡眠像睡眠一样。而且呈现的是，好像脸上泛起一个笑容。我心里面很难过，说永金，对不起，爸爸跟妈妈，甚至在你要离开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送你。这时候真的很特别，在那个冰柜里面，好像有一首诗歌涌上来。这首诗歌就说，好像永金在跟我讲说，有一位爱他的天父，没有放弃他耶，而且他的爱的同在，让他感觉他是完全，他不是因为爱妻儿，神的爱在当中，他是一个正常健全的人。哇！当这首诗歌响起的时候，给我很大的安慰，就是说，其实生命的主权，我们好像在意识里面知道是在上帝的手中，但是当好像在生离死别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放不开，就是说，好像我拥有的就失去了。但是在这首诗歌里面，却给我很多的安慰。甚至我记得在他的追思礼拜里面，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用这首诗歌来回应，安慰我们。永金过世之后，我们曾经经历了一段信仰的黑暗期。
常常会觉得在信仰中非常的迷惘，也感受不到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一直到他过世之后，大约1个多月，在一个主日的早晨，我在诗歌当中去听到了他的歌词，谈到诗篇139篇里面说，他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好像透过这首诗歌，神也在告诉我，神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，神知道我里面的疑惑，神知道我里面的抱怨、生气、愤怒。然而就是因为天父完全接纳我的感受跟情绪，我再一次的真正的体会，原来神是如此的爱我，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当中。这样的一个旅程是从痛苦的经验当中得来的。今天兆成跟雅文想送给大家的一首诗歌，就是在回到医院看见永金他的遗体涌现在兆成心中的这首歌，送给大家。爱我的天父，祝福你。